围绕菲律宾方面17号非法侵闯仁爱礁邻近海域，并蓄意制造碰撞事件，中方连日来连续发布现场视频和图片，力证挑衅滋事的是菲律宾。遭到中方强有力反制后，菲律宾方面调门突然降低。菲总统马克思的执行秘书21号表示，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的对峙可能是一场误会或者意外，菲律宾没有考虑因此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6月17号，菲律宾违背承诺，派出1艘运补船、2艘充气艇，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邻近海域，企图向非法坐滩军舰运送物资。期间，非运补船危险接近，蓄意碰撞中方正常航行的船只。中国海警对非船艇依法采取警告拦阻、登临检查、强制驱离等管制措施，处置合理合法、专业规范。但菲方却贼喊捉贼，无理指责中方。中方随后密集通过官方媒体对外发布现场执法视频，以正视听。中国警方在线微博20号再次发布多张现场照片，并幽默回应称：“再说一遍，是自拍杆哈，别再说什么斧头帮了哈。”外界注意到，与中方硬刚4天后，菲律宾方面21号态度突然软化。菲律宾文官长兼国家海事委员会主席贝萨明在当天的一场简报会上表示，菲律宾军方人员与中国海警的对峙可能是误会或意外，菲方没有考虑因此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Sir, last na po on my part, does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consider this as an armed attack po? No. Well, this was probably a misunderstanding or an accident. We are not yet ready to classify this as an armed attack. 贝萨明是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的执行秘书，内阁中最有权势之人，被称为小总统。对于这番回应，路透社和法新社都解读菲方的意思是，菲律宾认为此事件并未涉及到所谓的武装袭击而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启动。而菲律宾总统海洋事务助理森蒂诺也表示，菲方官员在讨论此次事件时也没有考虑援引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我想现在菲律宾的想法就是尽量的让这个事儿翻篇儿。因为他激怒了中国，就这样的事情如果再闹下去对他不利，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看得出来他们是一点都不占理，用一次蓄意的军事行动来测试中国海警的执法能力和决心。当这个行动破产了之后，对于菲律宾来说呢，必须要淡化处理，让这个事呢早一点过去。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于1951年8月签订，核心条款规定，如果太平洋海域任何地方的船只、飞机、军队和海岸警卫队遭到所谓武装袭击，美菲双方必须互相防御。外界注意到，在南海问题上，美国频频拿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说事。在此前的多个场合，无论是美国总统拜登还是其政府官员，均提及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并为菲律宾壮胆。最近一次是在几天前的6月19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罗通电话，讨论中国近期的所谓升级行动。布林肯当时重申，美国根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做出的承诺。外界分析认为，美国所承诺的依约采取行动是一个非常含糊的概念。具体采取什么行动，如何采取行动，解释权完全在美国，实际上就是一张无法兑现落实的空头支票。非官方此次突然降低调门，不排除美方表面发声与菲律宾站在一起，但私下里表达了不希望菲方过度挑衅的态度。美国的表态呢，我估计让菲律宾心里比较凉，因为美国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并且呢，口头上的表态呢也是很有分寸的。美国的战略目的是要找事儿，是要在南海挑事儿，把这个紧张局势挑起来，然后呢，美国呢可以从中上下其手渔利。那么现在这个事情挑起来了，实际上美国目的已经达到了。至于菲律宾怎么去应对，那美国就对不起，你自求多福吧。还有观察指出，在菲律宾本周加大南海挑衅力度，与中国展开密集舆论攻防之际，美国此前在南海巡航的2艘航母里根号和罗斯福号纷纷离开。根据美国海军发布的照片，里根号结束了16号至18号在南海海域举行的美日加菲4国海军的海上合作活动演习后，在没有其他舰艇陪同的情况下停靠关岛。在南海游荡近2个月的罗斯福号则在13号驶离南海，并于22号停泊在韩国釜山。
实际上，南海的最大安全挑战是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势力推动在南海军事部署和行动。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南海局势紧张，中美需要更频繁对话，避免冲突发生。观察认为，伯恩斯的这番话恰恰暴露出美国就是为菲律宾撑腰、怂恿菲方搅局南海的幕后黑手。其实美国不可能说，因为菲律宾在南海挑衅，最后呢，他和中国之间发生一场战争，这个是美国绝对不会愿意的。所以你看，当真的菲律宾需要美国撑腰的时候，那美国的军舰就跑掉了。所以我觉得就反映出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它是非常分裂的。分析认为，菲律宾近期在南海的一系列挑衅行为，除了有域外势力推波助澜的因素之外，其国内政治分裂也是主因。菲律宾副总统、前总统杜特尔特之女萨拉·杜特尔特19号宣布从现任总统马克思的内阁中辞职，辞去教育部长以及反叛乱特别工作组副主席的职务。据悉，这2个职务都是政治任命，但他将继续担任副总统这一民选职位。路透社称，莎拉这一举动并不令人意外，这证实了政治观察人士一直以来的预测。由于政治和政策上的分歧，他与马克思在2022年组成的家族联盟注定要崩溃。实际上，两人早就互生嫌隙。马克思4月份启程访美前，罕见指定了3名政府看守人来履行总统职能，包括莎拉和贝尔明，以及另外1名部长级官员。菲律宾舆论普遍认为，这显示马克思对莎拉的信任度降至谷底。实际上，自马克思上台以来，菲律宾政府扩大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并一再炒作南海问题，频频对中国做出挑衅举动，早就令杜特尔特家族大感不满。莎拉的父亲前总统杜特尔特也多次下场批评马克思撕毁与中国之间的君子协定，让原本风平浪静的南海不断掀起波澜。小马克思他现在之所以对外频频挑衅，我觉得也是为了通过这种方式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就是我怎么把国内抓住，我对外挑事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导致菲律宾国内这种家族之间的平衡被打破，那样一个不太容易实现的一个执政联盟就有可能会解体，所以对于未来菲律宾政治的走向呢，当然会产生影响。菲律宾资深媒体人黄栋兴此前向深圳卫视分析，马克思加大在南海的挑衅力度，很大程度是为争取国内反杜特尔特家族的势力支持。菲律宾明年将举行参议院和地方选举，在那之前，菲律宾2大政治家族势必加大彼此之间的厮杀，需要警惕南海局势因此受到波及。近日，中菲南海冲突升级，而菲律宾方面6月21号表示没有考虑过援引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那您怎么解读菲方这一表态呢？主持人好，对于你这个问题，我的下意识反应是不然呢？难道真有人天真认为美国会为了菲律宾的利益而在实质意义上军事介入南海冲突吗？菲律宾的这个表态就很鸡贼，一句没有考虑过援引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说的好像菲律宾自己不想。但真正的原因难道不是菲律宾不能吗？根据条约第3条，当美菲任何一方认为其领土完整、政治独立或安全受到外部武装袭击威胁时，怎么样呢？双方应通过外交部长或副部长就如何落实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进行协商。句号没了。所以这哪里是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不如叫美菲开会讨论条约。当然，外界可以认为，美国开会讨论的结果或许就是兵发南海，军事保卫马尼拉。我本人不反对这种浪漫主义想象，但我也想提醒一点，这意味着美国对于菲律宾的所谓防卫义务，实际上要由美国的意志来决定，也就是想不想、能不能、值不值，而不是条约本身的强制力。但在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中，类似的表述则如下措辞：对北约一国或多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北约全体之攻击，北约各成员国将立即采取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一切有必要措施，协助受攻击北约成员国恢复并确保全体安全。表述清晰，措辞明确，战略意志和战略决心溢于言表，和模棱两可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在美国知乎 Quora 上就看到有人吐槽，
如果菲律宾人真的绝望到去试图激活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他们会发现美国人有上百种方式可以推三阻四。某种意义上，菲律宾所谓没有考虑过激活条约，不过是给自己保留最后的体面罢了。那菲律宾在这个时候突然抛出论调，称没有考虑激活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又宣称和中国近来的冲突只是误会或者意外。那您怎么看菲律宾突然的降低调门呢？很显然，菲律宾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幻觉之中。现实的巴掌是可以把他们打醒的。现实是什么？现实就是菲律宾和中国是搬不走的南海邻居，菲律宾只能和中国在地缘上共享南海。菲律宾不可能不考虑中国的利益和诉求。幻觉是什么？幻觉就是菲律宾不想接受这个现实，妄想通过引入美国这个域外力量，在中美的鹬蚌相争之中，自己渔翁得利，获取超出现实可能性之外的好处。那巴掌又是什么？是中国海警的登临检查或者水炮吗？不，我认为这些都打不醒菲律宾人。真正能打醒菲律宾人的，只有他们自己认识到，菲律宾和其他域内国家一样，必须在南海按照既定规则行事，按照现实行事。争端只可以通过谈判协商解决，而不可以诉诸于他们那可笑的硬实力。而美国的存在不会产生任何不同，不会赋予菲律宾任何特别之处。就算美国可以，美国也不会在菲律宾身上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们注意到，从2022年马克思上台以来，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就变得非常缺乏理性且好斗，甚至到了常人难以理解的程度。复旦大学教授沈毅就曾打趣，让大家一定要保重身体，活到菲律宾政府解密答案的那一天，好好了解一下拜登政府究竟给马克思灌了什么迷魂药，以至于菲律宾如此神魂颠倒。我个人猜测，美方大概率围绕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开出了各种各样的空头支票。过去2年，美方就一再表示会防卫菲律宾，的确一定程度上撞了马克思的声势。但2年过去了，随着菲律宾肆意将冲突提升到准军事级别，并吃了大亏，美方依旧做事有军有难而不动如山。我相信菲律宾方面再迟钝，也该回过味儿来，并发出那个灵魂之问：哎，我们是不是被美国人卖了？